大家好，我是 Zina。最近少于打理菜园子，但是感谢大自然的馈赠，各种蔬菜呢不断的丰收，特别是番茄。因为喜爸的番茄呢都是在 Waking Bed 里种植的，平时不太需要打理，我们没有时间及时的采摘，直接和邻居商量好，他们以后随时预约来后院采摘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种番茄的经验，特别针对和我们一样平时比较忙，只能1-2周不定期去照顾一下菜园的朋友，分享一些实用的 tips。 如果您是新朋友，建议您先查看之前的视频《现代化高颜值菜园科普篇》，了解一些种植方面的常识和新概念，以及4款蔬菜推荐视频，弄清楚怎么挑选番茄品种以及挑选植株等基础问题，再接着看接下来的视频。其实呢，种植番茄的方法比较简单，从植株开始种植到结出果实，大约需要1到2个月时间。只要养护过程中呢有足够的光照，而且通风环境好，番茄就能快速的生长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进入正题。首先呢是关于种植植株，和很多其他植物不同，在外面买回来的番茄苗呢，要尽量将茎干大部分深深的埋入土中。番茄是藤蔓类植物，茎干上绒毛接触到水分呢，就可以长成新的根茎，有利于迅速生长。这一步非常重要，决定了后期根的生长状况。有强壮的根，这是番茄长得好的基础。第二呢是关于种植密度，一般呢播种的间隔在30到40厘米左右就可以了。因为番茄种植密度太近呢，叶子和叶子之间呢就会出现阻挡，空气得不到流通。其次呢还会阻挡光照，如果后期叶子太茂盛的话呢，可以进行人工修剪，把大的叶子或者长势不好的叶子剪掉，使得整颗番茄呢能得到更好的光照，糖分呢也能更好的转化。当番茄开始结果时呢，建议把距地面1尺左右的叶子呢全部剪掉，以确保不会从地面传染疾病的可能。同时呢，应利用支架、拉线等工具呢，使番茄垂直生长，更好的利用垂直空间。第三呢是关于修剪枝叶，我们不是一个好的示范，因为我和喜爸平时都比较忙，有时候1-2周呢才去照顾一下菜园，很多枯枝烂叶呢也都没有及时的修剪，您可千万别学我们。随着植物的生长，下部的叶子呢自然会开始变黄和枯萎，这是正常的。当它们出现时呢，我们必须将其从植株上剪除。当您注意到叶片颜色变化时呢，就可以开始修剪，使植物呢保持最佳生长状态，并有助于抵御疾病。在之前的新手4款推荐蔬菜视频里呢，已经比较详细的讲解了。番茄分为2个类别，分别为 determinate 和 indeterminate。在 indeterminate 番茄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呢，叶片和主茎之间呢都会出现侧芽，侧芽要及早的修剪，它生长迅速并消耗大量的养分，如果不加处理，这些侧芽呢就像主茎一样生长，并产生花朵和果实，不仅影响主茎生长，而且结出果实质量也不佳。如何判断侧芽呢？侧芽是永远和主茎干以及叶茎干呈45度生长的，很容易判断。第4呢是关于授粉和催粉。现在城市附近的蜜蜂、蝴蝶等授粉昆虫的数量因为污染、电信讯号等原因呢，产生了大量的减少，所以采用一定的人工授粉可以大幅度增加番茄的产量。方法很简单，用废弃的电动牙刷时不时轻轻震动花茎，使番茄的花朵呢随之震动，促使雄蕊散布花粉即可。如果你种了多种番茄品种，最好避免牙刷直接触碰花蕊，以避免混种。在之前的视频呢，我们也有提到，因为喜爸错过了最好的播种时间，所以他采取了很多催花人工授粉的工作，效果非常的明显。如果您也不小心错过了番茄的最好种植时间，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方法。另一个经验是在植株生长到1尺高之前呢，如果产生任何的花蕊，都最好先摘掉，让植物长大到一定的水平再开花结果，有利于果实的数量和质量。第5呢是关于施肥，番茄施肥呢一般以基肥为主，在定植前呢需施入足够的底肥。开始结果后呢，如果想番茄生长迅速呢，可适当进行施肥1到2次。注意每次施肥之后呢，要马上浇水，这样可以降低肥料浓度，防止烧根。如果想使用 organic 的肥料呢，除了去店里买专用肥料，最好可以采用 organic的 compost 堆肥 chicken 或者 cow manure。
Compost 呢，最好去专业的 Garden Center 买，目前我们这边的 Home Depot 和 Lowe's 卖的质量都不高，如果可以找得到的话，可以考虑买 Cotton Burr Compost， 即棉花植株的堆肥。棉花众所周知是比较消耗土地肥力的植物，其植株的氮磷钾含量也比较高，是一种较高效的堆肥。如果要采用 compost 或者是 manure 呢，因为不能完全确定厂家的生产规范，最好买回来后呢，户外放置3到6个月，以确保其充分熟化。没有熟化的 compost 和 manure 呢，可能会烧根。第6呢是关于温度和光照。番茄是一种喜温的蔬果，不仅要充足的光照，而且温度不能太低，因为番茄本身呢含有胡萝卜素和叶绿素，在低温的环境下呢，它们无法转换，不利于糖分的转化。但要注意的是呢，在日间气温超过85华氏度，夜间气温超过75华氏度时呢，番茄花不易结果。如果夏天天气较热，直射阳光较高的地区，最好找阳光角度每天11点到2点最热的时段，确保番茄有一定的遮阳。我们也可以去商店买 Sun Shadow Fabric， 一般50%到70%的遮阳效果就可以了。洗发的一个窍门是，如果有质量较好的 Geo Fabric， 也可以用来代替，因为遮阳效果也不错。第7呢是关于浇水。喜爸是在 Wicking Bed 里种植的番茄，所以有自动灌水系统。番茄需要大量的水分，尤其是在夏天。一株番茄在我们德州夏天呢，一天可消耗1加仑的水分。你也可以根据季节气候变化呢，合理进行浇水。多雨季节呢，要及时进行排水，防止积水太多而烂根。给番茄浇水时呢，一定要注意，首先是番茄来源于南美高原少雨地区的植物，叶面极易因沾水染病，所以给番茄浇水时呢，应该直接浇到根部，一定要避免地上溅水到叶面，大部分番茄疾病都是这样引起的。第2呢是浇水要选择温度较低的早晨或者是下午，不要在日照强烈的中午浇水。同理，如果有水珠溅留在叶面呢，凸镜效应会导致叶面损伤。第8呢是关于支撑物。尽管番茄植株看起来很强壮，但也很容易损坏。给番茄加桩或者加笼子，它们能支撑番茄的藤蔓。在种植株的时候呢，就应当把支撑物加好。如果种的时候没有安装，那么至少应该在2周之内补上。喜爸采用的是 Lean and Lower 的番茄种植技术，是针对 Indeterminate 番茄的，利用可以不断放线的线轮，从上把番茄植株吊起来，随着番茄不断向上生长，顶端的茎干会不断的生长番茄。这时候把线放松，让底部已经完成结果的茎干呢放松盘到地面，就可以在8到10 feet 的垂直生长空间里，使大部分可以长到14到16 feet 的番茄植株充分完成结果的任务。第9呢是关于采摘的时机。我们菜园的番茄呢长势非常的喜人，有那么1、2周我们没有去管菜园，再去采摘的时候呢，发现有的番茄已经不止成熟且老化，甚至有2个已经开始烂了。所以及时的采摘呢也非常的重要，特别是进入夏天。同时老人们还有一个说法是，番茄成熟后糖分会逐渐的流失，所以需要在成熟后立即进行采摘，以保持口感。番茄的熟化呢是从内至外的，如果果实已经呈现橙黄色，但没有完全成熟的番茄，摘下来后呢，放在室内阴凉处，3到4天呢也会逐渐的变红成熟，届时再使用呢，口感更好。好了，今天的番茄种植方法就分享到这里，这只是我们作为新农民的一点个人经验和教训，我们还会不断学习，希望有更多的好内容分享给大家，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，欢迎您分享、点赞并关注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是 Zena， 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